Hello，大家好，我係 Alex 巨雄。今日就會同大家講一講下我第一時間預訂咗嘅 Panasonic GH6。我拍攝蝴蝶嘅短片呢，就已經超過咗16年啦。喺呢16年裏面呢，我一路都揾緊一部更加適合我野外拍攝蝴蝶嘅攝錄機嘅。今日咧，除咗會做一個 GH6嘅測試之外呢，亦都想分享一下呢，就係點解我會對呢個 GH 系列呢就情有獨鍾嘅。喺2005年，我開始使用 Sony HC1。呢部係市面上面第一部消費級嘅全高清攝錄機，咁佢就可以做到 1080i 嘅影片嘅。不過作為一部消費級嘅攝錄機，佢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嘅光圈由兩塊刀片構成，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佢一個菱形狀嘅散景。而呢一個亦都係我點解之後轉用 Canon SH-A1 嘅原因。Canon SH-A1 係一部專業用嘅攝錄機。佢除咗有3CCD 嘅 sensor 之外，亦都係一個6塊刀片構成嘅圓形光圈。比起當時入門嘅攝錄機，呢部3CCD 嘅攝錄機有住完全唔同層次嘅畫質。到咗2008年 ，Canon 公布咗佢哋第一部 1080p 錄影嘅單反相機 5D Mark II， 全高清影片加埋全片幅嘅散景，呢個組合聽落都知道無敵。最少理論上係咁嘅。實際使用體驗似乎就有啲落差啦。aliasing 啦，同埋一個過度嘅銳化咧，都會令到嗰個畫面咧非常之混亂。當中咧呢一個就係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樹冠上面嘅樹葉睇起嚟就係一堆綠色嘅雜訊。喺2010年呢，我就開始轉用 GH1，畫面細節毫不含糊，比起專業用嘅3CCD SH-A1 仲要好。焦內焦外嘅分離度相當之好，優異嘅畫質同埋操控令到我毫無懸念咁樣放棄咗以前用開嘅3CCD 攝錄機。隨後嘅 GH2 同 GH3 除咗提升畫質之外呢，亦都大大改善咗佢哋嘅操控嘅。而喺 GH3 開始出現嘅3段式對焦控制，大大方便咗用戶喺手動對焦、連續對焦同埋單次對焦中遊走。呢個設計一直沿用到 GH5，並且喺 GH6 裏面再得到改良。去到2014年嘅 GH4 就係第一部可以拍 4K 又可以換鏡頭嘅 mirrorless 相機。當中 4K 畫質貨真價實，同一時間佢亦都提供咗 Full HD 每秒96格嘅影片，能夠輕易拍到非常之高質嘅慢動作畫面。喺操控方面，GH4 引入咗專業攝錄機嘅快門角度設定，即使拍攝中途更改 frame rate， 我哋亦都可以選擇較有電影感嘅180度快門，無需手動計算實際嘅快門值。去到2017年嘅 GH5 更加可以話係一個傳奇，更加靚嘅超取樣 4K 影片，同埋更加靚嘅全高清慢動作影片，都係 GH5 嘅魅力所在。同一時間，如果係額外俾錢解鎖咗 GH5 嘅 Vlog L 功能，喺後期製作嘅時候就有更加大嘅調色空間啦。隨後做埋 2.0 版本嘅固件升級之後，GH5 更加支援咗 HDR 嘅影片拍攝功能。喺拍攝夜景嘅時候就有更加真實嘅光影效果啦。喺操控方面，GH5 新增咗 Waveform 同埋 Vector Scope。對於拍攝嘅時候掌握曝光同埋色彩嘅控制係相當之有幫助嘅。不過喺最近呢3-4年嚟講，其他牌子亦都開始認真處理佢哋嘅影片功能，例如富士嘅 XT3，無論影相同埋拍片都有非常之好嘅效果。撇開過熱問題，能夠拍到 8K 嘅 EOS R5 亦係一絕，8K 畫質近乎無可挑剔。不過要處理 8K 影片就可能要連帶電腦一齊升級啦。另外 4K 120格嘅慢動作影片亦都非常之靚，不過每4秒燒1 G 嘅程度，要長期儲存影片亦都唔容易。而喺我買咗 EOS R5 之後，再買多部 GH6， 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為咗佢嘅慢動作功能。首先我哋比較一下 GH6 嘅 5.7K 同 4K 慢動作究竟有幾大差距。呢一個係GH6 嘅 5.7K 每秒50格影片，而呢一個係 GH6 嘅 4K 每秒100格嘅影片。不過無論我哋放到去200% 或者400% 都好，兩邊嘅畫質基本上係一樣。
咁樣代表住 GH6 嘅 4K 慢動作影片係採用緊全像素讀出嘅超取樣嘅。不過如果同樣可以做 4K 慢動作拍攝嘅 EOS R5 比較嘅話，兩者優劣又如何呢？呢個係 GH6 嘅 4K 180格拍攝效果，喺 5.7K 超取樣之下，質素比起好多 mirrorless 機用 4K 25格拍攝仲要好。拍攝25秒嘅影片大概用咗1GB度。呢個係 EOS R5 嘅 4K 180格慢動作，質素方面亦都相當唔錯。不過喺使用上面比較大嘅問題係非常容易過熱。同樣25秒影片用咗接近5.5GB。兩段影片並排喺48寸 4K 電視下面睇，GH6 嘅 4K 180格畫面係比較細緻嘅。但係如果喺 MacBook 或者係 iPad 上面睇嘅話，兩者基本上冇分別。呢個係放大200% 嘅效果，而呢個係放大400% 嘅效果。兩者差距而家喺 MacBook 上面已經清晰可見啦。總括嚟講，GH6 嘅 4K 慢動作影片檔案容量大概係 R5 嘅1/4到1/5左右。但係畫質更加好，而且完全冇過熱嘅問題。實際使用上，4K 120格慢動作同 5.7K 50格畫質相當接近，所以 GH6 嘅 4K 慢動作可以係一個常用嘅模式。另一方面，以前一路有用開嘅 Full HD 慢動作亦都提升到每秒300格。一隻蝴蝶只要喺鏡頭焦點前面掠過1秒鐘，咁我哋就大概可以有10至12秒嘅素材啦。好似拍攝飛行姿態一類嘅畫面就更加容易。翻到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面對住 EOS R5 嘅 8K 模式，究竟 GH6 會唔會被直接 KO 呢？呢一段係 GH6 嘅 5.7K 影片，而呢一個係 EOS R5 嘅 8K 影片。喺48寸 4K 電視並排比較，兩者非常接近。呢一個係放大200% 嘅效果，喺48寸 4K 電視上面已經容易分辨啦。呢個係放大到400% 嘅效果，而家喺 MacBook 同埋 iPad 上面已經開始睇到分別啦。單純以細緻度嚟講，EOS R5 嘅 8K 影片的確係真材實料嘅。但係 GH6 最屈機嘅地方係佢即使用到每秒120格嚟嘅拍攝，仍然係有相若嘅質素。喺 GH6 未推出嘅時候，傳聞話對焦會有相位對焦，到 GH6 真正公佈嘅時候，竟然沿用翻為人詬病嘅 DFD 對焦系統，的確令到唔少人失望。歸根究底，就以全片幅拍攝 8K 嘅 EOS R5 為例。用自動對焦就好似一個攝影助理幫你跟焦一樣，set 好腳架，用手機遙控開 RAW，一個人拍攝完全冇難度。試過嘅人自然對 GH6 有相同嘅期望。不過喺完全冇期望之下，收到部機一試，反而有啲驚喜喎。呢個係 5.7K 每秒50格嘅動物對焦效果。對焦速度可以接受，而且冇乜太明顯嘅迷焦情況。呢個亦都係 5.7K 每秒50格嘅動物對焦測試。不過今次嘅對象換咗做雀鳥，對焦速度可以接受，而且亦都冇明顯嘅迷焦情況。至於喺 4K 180格同 4K 120格嚟講，就冇咗人像同動物辨識功能。即使係咁，自動對焦似乎都用得下喎。再嚟測試嘅就係夜景部分，可能有好多人會擔心，唔係 Full Frame 嘅機拍夜景有冇問題呢？其實過去 GH5 已經有相當之好嘅夜景拍攝效果，嚟到 GH6。就算用到 5.7K 每秒50格嚟拍攝，畫質仍然相當之好。喺 Hybrid Lock Gamma HDR 嘅加持之下，
光影效果非常之突出。喺用咗動態範圍增強功能之後，Hybrid Lock Gamma 同埋 Vlog 嘅最低 ISO 就去到 ISO 2000，所以一般拍攝夜景嘅話，有可能要收光圈或者使用 ND filter。喺 5.7K 每秒50格嘅情況之下，手持夜景自拍效果相當之唔錯。喺錄影格式方面 ，GH6 亦都有非常之多嘅選擇。除咗壓縮效率非常之高嘅 HEVC 之外，亦都有針對剪片用嘅 ProS 422。但係喺實際測試嚟講 ，HEVC 同埋 ProS 422 HQ 嘅畫質相當接近。而喺剪 ProS 422格式嘅時候，係咪真係會快咗？呢個就好睇電腦嘅配置。喺用咗 M1 處理器嘅 Mac 同埋 iPad 度剪片嘅話，兩者分別其實亦都唔係好大。市區嘅夜景其實都仍然好光嘅，所以我就喺夜晚嚟到野外換一個極端啲嘅玩法，就係揾螢火蟲啦。不過 GH6 啱啱喺3月底推出，3月中嘅螢火蟲活躍期已經完咗啦，但係5月嘅螢火蟲活躍期又未到喎，咁唯有揾啲幼蟲嚟試試機啦。喺呢度我用嘅鏡頭係 Sigma 18-35 f1.8， 用咗 Metabone 0.64X 嘅 Speed Booster。有效光圈值大約等於 f1.1， 喺 ISO 12800之下，用每秒2格嘅速度嚟去拍攝，快門係90度，亦即係1/8秒，效果比想象中好喎。總括嚟講，由2009年嘅 GH1 開始 ，GH 系列喺拍片方面都係一個畫質嘅指標。另一方面喺操控同埋可用性上面 ，GH 系列都係俾到一個非常之高分嘅答案。即使 DFD 技術嘅自動對焦略為落後，自動對焦尚算可用，而且更重要嘅係機身佈局同埋用戶界面都使到手動對焦更加舒適同埋可靠。GH6 毫無疑問相當適合鍾意拍片嘅玩家。呢段影片嘅拍攝同製作並冇接受第三方嘅贊助或者支持。相機係真金白銀正價購買嘅。如果大家希望將來繼續睇到更多同類嘅高級製作，希望大家可以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呢個影片。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麻煩都撳一撳個訂閱掣，作為一個少少嘅鼓勵。